大明轮王驾到，你们是否已经练成呢？虽然未算纯熟，似乎也足以迎敌了。好，本音，你去请明王到牟礼堂来相见。是师叔。玉儿，一会儿会有激战，伯父不能分心照顾你，你出去走走。伯父，我不放心你和人斗剑啊，我要跟着你。玉儿，难得你如此孝心，你过来坐在我身边，就算大伦明王再怎么厉害，他也不会伤害你分毫的。是。请。吐蕃国晚辈鸠摩寺参见前辈大师。有常无常，双树枯荣，南北西东，非假非空。大伦明王果然博学精深，真是名不虚传。一见面就道破老衲所参的枯禅的来历。世尊释迦牟尼在婆罗双树之间入灭，东南西北各有双树，一枯一荣，意为天地八界，非枯非荣，非假非空。明王请坐。小僧生平有一知己，是大宋姑苏人士，复姓慕容，单名一个伯字。是不是就是慕容世家已故的主人慕容博？不错。小僧30年前在川边地区与慕容先生相遇，以武论交，得到慕容先生指点迷津。小僧返回吐蕃，潜心修炼，30年后时有所成。不料慕容先生西归极乐，小僧未及图报。明王与慕容先生相交一场，就是缘分。既然缘分已尽了，又何必强求呢？慕容先生当年论及剑法，深信大理天龙寺的六脉神剑，乃天下第一剑法。小僧恨为得剑，引为平生憾事。小僧当年曾许下诺言，日后为慕容先生借阅这本剑谱，所以今天特来相求。哦，慕容先生已经往生极乐，对人间的武学，岂能有所眷恋？明王此行，岂不是有画蛇添足之嫌？大丈夫言出承诺，生死无悔。虽然慕容先生已经身故，但是小僧也必须履行诺言，取得剑谱，画于慕容先生坟前，
以为其在天之灵。六脉神剑乃是段氏天龙寺的武学秘典，岂能凭明王一句话就拱手相送呢？小僧深知，此乃贵寺镇刹之宝，不敢空手相借，所以准备3件宝物来交换六脉神剑剑谱。段氏是大理国主，奇珍异宝，当然不稀罕。这3本武功要诀，小僧辗转寻得，里面详述少林派72门绝技要旨、练法以及破解之道。献丑。这门指法就是拈花指。献丑了。这一招就是多罗叶指。多罗叶指，专横霸道。无相截止，佩服，佩服。大师夸奖了。木片跳动，就是有相。如果要做到真正的无形无相，还有赖各位大师多多修炼。啊，师叔，明王圣意拳决，我们应该如何接应？请师叔明示。本观，我们练武所谓何事啊？是为弘法护国，为道降魔。好，倘若出手降魔，应该用哪种功夫呢？当然是看家本领一阳指。你是一阳指的修为，现在练到第几品的境界啊？只是练到第4品。弟子不知，但难练到第1品。哦，师叔教训得对，我们自己的一阳指都未曾练到最高境界，何必还贪心人家的所谓的武学奇书呢？师叔10几年来，从来未曾接见过外客。明王乃是当代高僧，故破例相见，明王可以请回了。恕小僧狂妄，看来六脉神剑只不过徒负虚名。倘若贵寺坚持拒而不戒，恐怕会有损大理国与吐蕃2国之间的邦交。明王这么说法，倘若天龙寺不交出六脉神剑的剑谱，岂不是2国要兵戎相见吗？吐蕃国主早有猎取大理之念，只不过小僧数年来以国师身份竭力劝止，
冥王刚才说必死的六脉神剑徒负虚名，好，我就用六脉神剑领教一下冥王的棘手高招。想不到各位高僧竟然练成六脉神技。既然诸位肯显示神界绝艺，小僧荣幸之至。本相本臣出手！师叔祖传音入密，和你说话，你要留心听着。先学一图，学完再学另一幅。一定是枯荣大师修炼枯荣禅功，所以变成这个样子了。良机莫失，明神关键，自观自学，不违祖训。枯荣大师的禅功的确非同小可，但是慕容先生当年所仰慕的是六脉神剑的剑法，并非六人各使一剑的剑阵。哼，看来六脉神剑已经到了无用武之地了。阿弥陀佛！枯荣大师，你用一阳指烧毁六脉神剑剑谱，既然剑谱一毁，小僧就此告辞。伯父，敝国国主久仰保定帝风范，请陛下驱驾去他吐蕃。伯父，他以前是保定帝，如今避位为僧，法号本臣。本臣，吐蕃国主要见你，你去一趟也好。是师父。我不管保定帝是不是真的出了家，也要请他到吐蕃去见敝国国君。且慢！如果各位再相逼的话，就休怪小僧无礼。喂，你快放了我伯父！尊驾是哪一位？你管我是谁呀？总之你先放了伯父再说。玉儿，不要管我，你马上回去，请你爹登基继位。我是闲云野鹤老和尚一个，生死又何足道哉？不行啊，伯父，你快跟我走啊！化功大法！小僧一直以为段氏只是专注祖传的神功，想不到段氏后人竟然结交星宿老人，学其化功大法。冥王为何口出谬论？星宿老怪善于暗算偷袭，德行卑劣。我段氏兄弟又怎么会和那种人有关联呢？今日有幸结识年轻高手，何不指点小僧数招呢？
是蛮不讲理的波僧。我这招少商剑还未算厉害，我的中冲剑法更厉害。住手！幸亏他的六脉神技尚未练得融会贯通、得心应手的地步。这位施主年纪轻轻，居然有如此的武学行为，实在令人佩服佩服。知道厉害就快。玉儿，别过来！既然这位小施主通晓六脉神技剑法，而原来的剑谱要被枯荣大师所毁，这位小施主就等于一本活剑谱。小僧就带这个活剑谱到慕容先生坟前火化。啊！烧死我！明王，身为出家人，岂能滥杀无辜？马上放了我侄儿！这个卑鄙小人，你是杀人凶手！你再说什么也跑不了。你存心嫁祸，以无相截指杀死玄卑大师。你亲眼所见，玄卑大师遇害当日，他那么巧就在大理，又那么巧会无相截指，不是他是谁呀？你胡说！我没胡说。你当日在天龙寺是我亲眼看见的，他为了抢我段氏的六脉神剑剑谱，当场使出了无相截指。这件事我伯父保定帝就可以作证。我早就说他不是好人了。原来是你，害我被少林寺的人冤枉。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。表哥，雷霆万钧！追星赶月！表哥四象！姑苏慕容，原来只不过是浪得虚名，要靠一个女子从旁指点，得罪了。飞星带月！你别走啊！阁下就是乔峰，哈哈哈哈！贫僧今天总算有幸会齐北乔峰南慕容，只可惜南慕容早已不堪一击。鸠摩智，你在中原兴风作浪，掀起无数的争端，乔某也很想见见你。那就要看看阁下有多少斤两了。呀！降龙18掌，果然是武林绝学。贫僧今天有幸一睹乔大侠的风采，真是平生一大快事。只可惜，与阁下齐名的南慕容就似乎……哦，大师何出此言？南慕容只是浪得虚名，实在有辱阁下的声望。大师，你错了。慕容公子是在下的朋友，他的武功造诣在下非常清楚，一时的成败又岂能定论？更何况他胸怀大志，更是乔某所不能及。好，阁下的武功不但了得，胸襟更是宽大，能够和贫僧打成平手的，世上没有几人。今天就到此为止，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和阁下再较高低。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鸠摩智，大师有何指教？哼，我玄卑师弟是否被你所杀？此事岂能就此作罢？
明年9月15，是我少林召开武林大会之期，有请国师亲自上少林，好向大家做个交代。好，贫僧早就想见一见中原各路英雄，既然有此良机，定当欣然赴会。各位后会有期。哼。义弟，我先帮你疗伤。义弟，大哥，我还以为会死在鸠摩智那个番僧手上，以后再也见不到大哥了。哎，义弟，看来你受的伤的确不轻，要多加休息。不行，好不容易见到大哥，今天晚上非跟大哥好好的干几杯不可。好，我们弟兄俩今天就喝个痛快。慕容兄，玄通大师，枭雄，两位何以会一起到这儿来？我和玄通大师为了追寻表妹的下落才到这儿来的。说起来真是惭愧，只怪自己学艺不精，三番四次的败在鸠摩智的手上。这个鸠摩智的武功虽然博而不专，但是内功深厚，不容忽视。看来中原武林从此多事了。